王晶老师，哎，王晶老师，我怎么老想叫你王晶老板呢？你愿意别人管你叫老师还是叫老板？都不愿意。哦，所有人都叫我金哥。对，哎，金哥，对，挺好，挺好所。有人都叫我金哥。对，龙精虎猛，对吧？金哥都说金哥这个说话直啊。我现在做一个测试啊，金哥，我问的问题可以答可以不答啊。行，我看看他开机了，还是像不像那么说？王家卫好还是贾樟柯好？王家卫好。那贾樟柯不好吗？在我的标准一般。不好在哪儿？我觉得技法不行。金哥，哎呦，真是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哎，但是文道好像肯定就不同意了。对我还蛮喜欢贾樟柯的。对，哎，这怎么说？你看你们俩之间就分出来。我就觉得呢，这个金哥是香港电影老行尊了。但是伴随着他的评价是吧？咱们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啊。但是刚才咱们聊，他至少解答了我一个问题，我就发现他实际想任何事情啊，脑子里有专业两个字。哎，你比如说他看什么？他看权力游戏。哎，金哥，你倒是真是帮我解答解答。好多人都问《权力游戏》第3集为什么黑的黑的我都看不清呢？那个根本就是他们的一个打灯光的原则。他们是拍一个中世纪，虽然是虚构的，还是以一个中世纪欧洲的城堡作为一个背景的一个剧。那种城堡哪有光源呢？晚上除了火把之外，所以如果你不拿火把，根本不应该有光源。可是星巴克还是专业上去了。但是你说，你看他实际上从这个细节，你可以看出这金哥他对这个专业啊看得极其重。他脑子里有经线，对，但是行不行？那又怎么解释过去很多年人家说的你拍了一些低预算的片子，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呢？基本上当时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告诉大家是台湾。台湾呢，当时是用一种就是保护主义的方法去，连美国片都只能够进去8个拷贝，只能放200个拷贝的只有台湾片跟香港片。香港呢，他就设了一个机构叫自由总会，所有香港电影人都要入会，好像1年给2块钱啊。实在是个特务机关，他就拿了你所有的资料了。然后呢，所以就只有这2个地方。然后台湾片它被黑社会基本上盘踞，所以港片比它优秀太多，所以基本上所有人都看港片。然后呢，台湾人就越给越多钱。然后呢，不管你，我受到最离谱的一个就是order， 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的老板，我刚拍完一部戏，圣诞节档，好了，我可以去放假了。我想然后老板打电话，下星期就开一部过年档的，神经病，12月的时候，有什么？你不是说过有一部叫《整蛊专家》吗？我说是啊，谁演啊？他说我已经跟周星驰、刘德华谈好了。然后我说，那我手上有10个字，整蛊专家，周星驰、刘德华，什么都没有。你要我下星期开机，我不管，我都卖掉了。哇！当时就是这样。好像说您拍的最快的一部是3个月从拍摄到后期是吗？不是，特别快。不是，是5个星期。从剧本没有剧本，每天写。飞机仔那我问问你啊，这个有，还是我自己写，有点装什么这个话题哈。你认为你怎么看所谓艺术家的良心啊，艺术家的气节呀？真的，你像我内地有的导演朋友，要是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我不拍了。不是，问题是我当时拍的不是艺术片嘛，是纯娱乐片嘛。如果我拍的是艺术片，我肯定不拍。纯娱乐片无所谓，你敢我来拍，你给钱我就收了，过一个肥年干嘛不拍呢？然后我不拍，我惹麻烦。所以你看啊，这个我当年到香港啊，我学了广东话一个词啊，叫叻仔啊，叻仔。
这个咧仔呢，好像一般就是说很厉害啊。其实，在我理解啊，有一种很精明的含义在里头。那个时候，我这个咧仔的画像就是金哥。哦，实在香港很多这种超大家觉得是经典的戏，实在都是大家在没有时间里面挤出来的。周润发演那个《英雄本色》，他同时在拍4部戏，然后他客串的，那马哥是客串的，小马哥、是客串的啊，真的，越拍越多而已啊，真的是最初就来，本来是剧本不是这样子的，原来不是，本来是郑浩南演的，所以叫 Mark， 就用了郑浩南的英文啊，对，然后呢他就来顺势而为拍了2场之后，2、3场之后，吴宇森就这个角色比其他角色都要好，要加戏，一直加，就剧本是后来一边拍一边加，然后呢周润发有一天在飞鹅山跟狄龙有一场戏嘛，对，他迟到了，这狄龙就说：“哎呀，发仔啊，你不能这样啊，你这样就是戏拍不好。哎呀，龙哥，我们捞嘛，捞算了吧。捞的那个赢了个专心的那个奖金像奖。哎，文道，你说这个捞啊，这个像他说的这么样的拍戏，也能出好片，这怎么理解？这个是很奇怪，是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电影学者已经去世了，叫 David Bordwell， 大卫·伯德维尔，他讲他很喜欢香港电影，他写过一本书专门谈香港电影。他在美国教书一定要教香港电影，就因为他觉得香港电影在黄金年代做到了一个世界上别的地方没做到的东西，就是他说香港电影的美学是怎么样，所有东西都要推到极端，都要过分，然后都要给你最马上快速的感官刺激，你不要去跟他讲什么剧情逻辑什么，但你根本看的时候你会忘记那些事情。比如说你看，就算看《权力游戏》，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剧情不合理，但香港电影在黄金年代的那些好作品是让你忘记它的不合理。然后他说这是怎么做到呢？他就分析香港电影的工业，他所有东西很赶很快，包括他特别介绍那个现象，让美国人很吃惊的，让他那些学生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非集仔呀、非直仔，就香港电影几10年这么干了，就现场这边导演在拍，下面那个台词还不知道讲什么，后面再赶快写，要递上去，等一下你来这一句，听上去跟姜文似的。姜文也这样吗？不是，但是姜文的非直仔跟这个正好相反啊。姜文是事先恨不能组织10个编剧写10个本子出来，然后真到在拍的时候，有可能全部都否掉，前一天晚上写一张纸给演员。但是这种非直仔但完全不一样。你说这种现场发挥的导演很多嘛，那侯孝贤也会，对不对？可是问题是香港那个是在那种密集的工业状况，就像金哥刚刚讲，一天接几组戏。那种情况下去砰砰砰砰砰那么做出来，我试过一天2组2部戏，然后我还在晚上，他们看到我在写剧本，在现场打灯写个剧本，他们说是不是明天我们早上？不是，是另外朱延平那组的，我帮他写。其实我想好多，包括作家也是，有很多人是他辛辛苦苦埋头多少年写的东西，不如他随意写出来的一个东西。对，有时候你随手而做，随意而做，反而是为什么呢？你打破了很多规矩，是那种有一种轻松在里面。而且我想强调，这真的是香港特色，这香港人。对，我要请你解释一个香港的另一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叫什么扎拉执生是破产是吗？执生，哎，这个香港这个执生不是你给解释解释？意思就是说，所有事情都是没办法完全预计的，你要随机应变，都是生动的。听着像印度人的思维，对，很像。你必须生动，去都是流动的什么事情？你在现场你就看怎么办，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叫执生。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甚至跟这个东西方文化呀有一定关系。当然，今天我们一讲美国好莱坞，咱们只有佩服哈，大工业、大专业。可是呢，以我所见呢，就是咱们这几十年很多创造出来的东西啊，哎，就包括我们这种聊天的这个形式，我仔细想想，都是当年你看最早到了香港。香港是什么？就没有条件，我们所谓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你比如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公司里就跟你讲啊，说你不能天天请嘉宾，我们没有这个人力天天请嘉宾，你必须固定的3个人，你不固定3个人，天天聊新闻，
这在当时我们看起来这不符合，这怎么做啊？谁是什么问题他都是专家呢？但是唯其如此啊，你最后逼得头大呀，你突然有一个顿悟，你觉得哎，那生活里3个老友天天吃饭聊天，天天中午吃午餐都聊天，怎么也聊得很开心呢？哎，于是你创造出来一种形式。后来我发现我们这个行当也是，这个你说该怎么理解？一方面你要说不专业，对吧？哎，没有条件，但是往往好像很多东西是逼出来的。可是真的就是这样。我再举个例子啊，其实那时候不止香港，包括台湾部分行业，我们流行文化最发达的年代，我们写东西的人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很有名倪匡，写科幻小说一天是能写10万字的。然后你比如说古龙，还有他经常是他那个收了钱还没写完呢，对10万字不可能，他自己说吧，然后那个像古龙喝的那样子，然后还在写。然后你说历史小说高阳，这是我很多我的前辈看到的亲身体验。高阳是怎么样？高阳爱打麻将，然后爱喝酒，然后编辑那时候没有传真没有电邮嘛，70年代是到他家催他稿，然后他在打牌。然后打牌还轮不到他在看，人家在享受，他就写，然后他碰一个出去，然后跟着再写，就这么一碗牌桌上面就把明天的连载给交出去。那你想看的是什么状态？我记得我在写东西那么多年，到现在很多人都会问，你灵感怎么办？说这个我们写作怎么讲灵感？我就跟他讲说，你如果是职业的，你还讲灵感就完蛋了，就你职业的人是没有资格讲灵感的。那个有一个刚刚在香港去世的那个就是那个德国摄影师嘛，那个 Michael Wolf， 他就曾经拍过一整个就是那个香港系列，叫做 Informal Solution， 就叫非正式解决方案。就他就一个德国人的眼光看到，就是香港人有个特点，就是你出了任何问题，他可以有一个临时解决。他就拍到很多，比如说那个水管子坏了，他不是来修整个水管的，不是整个给你接一个塑料袋在上面，任何这个方式。嘿，他后来我在印度看到也是这样，他们叫那个 Jugaad， 就是你看他的交通很混乱吧，没关系，每个人看到问题，他自己会找到一个方案去解决。结果你觉得他没有，就好像他很不系统啊。可是为什么在今天全世界那么多跨国企业的 CEO 是印度人？他说有一个最重要的，他们就是能够解决危机，出了什么问题临时扎桑，其实那个翻译就应该叫扎桑。你知道我现在甚至就这个金哥这方面的是扎桑的高手是吧？我觉得你就可以回答我。其实有个困惑，我觉得你像我们呐，都是过去年代来的人，比如说啊，我有一个偏见，但是我的一个可能很不准确的感觉，你们可以批评啊。为什么我觉得当年没钱的时候，我做的一些事儿啊还挺棒的，发挥也好。后来呢，条件越来越好，美国兵的装备，包括有些演员、有些导演，比当年的条件好多了，但是你就不行。可是呢，就是你那就不对了，你怎么还不如原来了？但是呢，作为一种产业来说，你说西方的这种专业化呀，这种好像它能够很稳定的保持一个厉害。我们的这种呢，经常有传奇，就比如说什么《大话西游》啊什么，它变成传奇，但是传奇又有点像什么呢？最近不都是在聊什么搏击？你看西方的这种搏击啊，这拳击和这种所谓传统武术，你看这个里面也是，就是说我不否认呐，传统武术啊，这个灵感一开啊，有的时候体重小的人是吧，可能戳你眼睛踢你裆就把你给放倒了，他确实可能有这样的传说。但是呢，作为一种统计性的现象，绝对的重量、绝对的力量，你不够他打。你说这是不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影方面，你能理解我现在的这种困惑吗？我明白，我早就明白了。这为什么呢？状态。什么意思？当年你没有什么好的配备，为什么你拍出来那么好的东西？你有状态，2个星期的都能拍出好东西，你是最佳状态嘛？就是一个运动员，你是 top form， 你就回去睡张单人床，吃块面包就回来了。一天睡3个小时，一样能做到很好的东西。那现在到后来你很多钱，你住大别墅了，做班次了，然后你费用也很高了，然后给你特别多的东西配合，你状态下去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导演跟运动员是一样的，
没有状态了，状态会有，任何运动员都会走入一个低潮状态的，导演也一样。那好莱坞的或者《权力游戏》的那个状态呢？他每一集都不同导演。像美剧是每一集不同导演。那伊斯特伍德人家90了吧？快谁？伊斯特伍德不是刚拍了一个片，他自己又演又导。对啊，对啊，你觉得好吗？他有状态啊。你觉得好吗？最近那部我觉得真不好。没有，我觉得挺好。但最近15年没有一部好的，除了那个Billion Dollar Baby 之外，我没看到一部能看的。哪儿不好？你觉得他状态没了吗？整个节奏都不对。你作为商业片，你整个节奏都不对，它又不是艺术片，好奇怪，就是尊重他那么老才拍，只能够这样说。我真看不下去。我想问，我想接着问啊，那假如你说一个导演也会有这种状态的好跟不好有这种起伏，那如果一个导演不好的状态，这个状态能维持多久？比如说他可能很久的，对不对？他怎么样？可能3到5年的。那一个人怎么样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状态？有方法吗？这个事情要有，足够的休息。我觉得第一是足够的休息。比方说我以前可以1年拍7部戏，到追龙，我追龙就拍了2年，用时间来疗伤。就可能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拍的那种状态太难。我试过，因为当时是用胶卷的，一开机旁边就会有一点这种声音，不收音嘛。我试过，感觉到天天拍，日拍夜拍。有一次我突然开机，我想吐啊，真的想吐，拍吐了，真是拍吐了。那年我导演了7部，监制了3部，日夜都是大片哎，可能一天分3组的，我3组都去看一看，就让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你这样做，就这样。我一个夜班，6点到12点在邵氏拍周星驰，然后12点我就开车去嘉禾拍成龙，拍到天亮。我天哪！那你是为了什么呢？没办法，2部都赶得上。是为了挣钱？不是，你接了2部都，然后它的档期互相改变了，就变成有碰撞了，你只好拍啊。你看这个跟这个内地的导演的想法真是很不一样。你看我特别理解，我老是印象特深刻。我有一次看张艺谋的一个采访，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那种感受，就是你一个文人写文章写不好了就重写了，对吧？他说其实很多电影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这个电影必败无疑。他说，但是你知道吗？你是灵魂呐，你必须撑着。给大家信心，把一个明知道失败的事情给他干完。哎呦，我觉得这导演这个是会有这种的。长城我看他拍了1/3就知道死定了，是吗？怎么就你能看出来呢？你这个内行怎么就能看1/3？因为我看戏看到1/3，就我都不知道他后面怎么收拾了。你觉得他自己那时候也知道哈？肯定知道。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真的比起来写东西容易太多了。你想想看，像最近《权力的游戏》，前阵子《权力的游戏》播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一季烂尾了嘛，很多影迷、市民这么讲。然后就说他应该要再拍，不是有一个请愿网站嘛？海蒂生都已经有超过，当时有超过130万人在全球联署，说要求 HBO 重拍这一季。那么，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以前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写到后来，他本来不想再写了，写吐了，他也是，然后就把福尔摩斯写死掉了，然后所有的书迷大骂，然后说不行，福尔摩斯怎么能死？只好他又再出来再写，他又活过来了。但你看写书多容易，写书你觉得这个角色写死了，好，那我下一本赶快把他又写活了。金庸也试过2次啊？是吗？第一次就是那个《神雕侠侣》，小龙女16年后在此重会，他就是骗杨过的，他跳下去就死了，所有人都说不行，然后他实在说不通的，他把他说到这个毒子中到没法子了，后来他就是
蒙混过关，根本就让小龙女又活了过来。另外一次就是《天龙八部》，乔峰打死阿朱，又全世界反对，可是他这一次他再不肯了，他就继续写下去。就是这样，所以但是电影或者电视剧，你怎么可能？这是一个多么耗资巨大的东西。但这里面就说到一个问题，就你刚才讲力气大是不是越厉害？就我觉得现在有个问题，就香港电影，我们或许过去这种执商这种东西啊，我觉得是不是也已经走到了一个极限了，根本不可能再持续。是持续不下去的了。是，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看美国这几年好莱坞他们拍电视拍电影那么强大，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非常专业，它所有，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电影是能融资的。就比如说，实在也不是，你说他专业，实在要不专业也非常不专业。实在李连杰告诉我，他去拍那个《轰天炮》第4集，他的第一部戏片，根本也一样，天天飞子，天天飞子也这样子吗 ？Mel Gibson 说了算。哦，大腕儿说了算，因为钱是 Mel Gibson 找回来的。哦，他是老板，哦，那就不一样了。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有弥漫世界，但我觉得有一点真的是有分别啊。就我看到内地电影也好，或者香港电影也好，比如说你有可能说我拍部戏，我去融资吗？去找银行贷款吗？很难。但是在美国他们可以这么做，可以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你要贷款，你要有标准，我要能看你这个电影最后票房是多少。但我怎么去预估这个呢？这个预估是要科学的计算出来。比如说你有几个演员，不是他有个 bond。他每一部戏都有个 bond， 得对啊，有债券啊，不是那个 bond 就是等于一个保险公司，对啊，你要给他费用，他去保证你能拍完。哎，你说这个，我认识一些电影公司老板啊，我发现真有神的。我估计金哥是不是你也有这个本事？就一部电影上映啊，他给我们吃饭的时候说这个8亿，最后可能就是7亿多或者8亿多。就能说的特别准，他没有什么大数据啊，他就是这个一种直觉、这经验。第一，他看过那个戏；第二，看对手。你现在看一部片子，你能算？我以前在香港基本上不会距离超过15%。我现在不敢说那么准，因为票房背后很多东西、很多活动我不知道的。什么活动？各种活动，刷票房啊什么的各种活动了哈。哎，你说像你刚才讲这个《权力游戏》这个什么烂尾啊什么的，我又有一个偏见啊，就是我看有的东西啊，对我来说就是超越了一般的影评了。你说它好，说它坏没有用。你知道，就有一个就是跟我们说的这个专业化制作有关系。你比如说，咱们讲这个画儿，我们知道，你像中国这个北宋的这个画儿啊，和明清的那个写意啊，完全不一样。对。北宋的画叫什么呢？巨细无遗。就比如说咱们说那个《清明上河图》，它从大的这个故事情节景观上讲是好的，是牛的，但是最小的，据说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酒馆2个人划拳，对，他连这个指头都没错，这就是说他连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可丁可卯，都做到特别好的时候，你比如我看《权力游戏》，说实在的，有些时候情节我都不求甚解，你知道吗？就是看着这些。哎呀，这么好的盔甲，这样好的演员，这样好的这个镜头的剪辑，一切的这种，你就愿意看。他多演半小时，你也可以多看半小时。他好像就超越了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故事是不是烂尾了。所以我就说，像您刚才讲的这个香港电影，当年的很多这个杂啦老杂三嘛，可能就会杂啦啦。对，所以就说是不是碰到极限了？对吧？有没有这个道理啊？就我就说，你觉得香港电影当年那么拍下来，靠着这个灵感，靠着状态，香港电影的崩溃根本不是因为数值，是因为台湾崩溃，那最大的买家崩溃。哦，他一直就这么认为，是个市场的问题。市场问题。那您刚才说了，不然香港电影为什么能在大陆重生？我们这一辈香港最强的导演在大陆每一个都能重生，差不多。哎，重生是重生，但是好像现在能创造几十亿票房的，那种还是内地导演居多。那是一种，我觉得啊，一种情绪，也是一种情绪。那种情绪是我们不具备的。
他有一种同情共感的啊，就你能不能拍到那个东西？就是一种共振，有一种情绪共振。那你比如说刚才你讲了，说这个王家卫比贾樟柯好，那么王家卫你不是经常也把他当笑话讲吗？因为太熟，我跟他好朋友，根本是无所谓的。对，但是实际上就是他拍片的路子，你这个当商人来理解电影的人，你能接受吗？有几部我很喜欢，比如说，比方重庆森林啦，他第一部的旺角卡门啦，那个叫什么？那个张曼玉、梁朝伟花那部样年华，不是啊，花样年华，花样年华呢，我很喜欢。一代宗师我也很喜欢，有的当然不喜欢了，有的他自己就知道了。哎，但是那个老亏钱呢，或者说拖着这个几年拍不成呢。他后来他后来都是亏自己的钱呢。那你理人家什么呢？人家自己找钱来亏嘛，那是人家的准则嘛。哎，有一点呢，这个金哥这个很有意思，他同时也是个投资的哈。你比如说他自己拍电影就讲要赚钱，对吗？但是呢，他投这个许鞍华的天水围的这个先是日与夜好像是打平了是吧？日与夜差不多打平。对，但是夜与雾是不是亏了？亏了。那你为什么有投资给这样的电影呢？尊重专业，我是商业片的专业，所以我一定要把商业片拍到极致。可是我要支持拍艺术片的人把艺术片拍到极致啊。那你就不是一个专业的投资人了。是，投资人来说我并不专业。那这是有情怀。有时候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有啊。你当时是怎么想要投这种电影？没有啊，当时就是没有人投，我就来投吧。安是那么好的导演，怎么不应该没有人投啊？那我反正能投得起就投呗。而且天水围是一种典型的香港人的情绪，对，而且不是很贵，太贵我就没办法了。他现在拍的戏都很贵了。对，没错。我还记得他那个英文名字翻译的特别好，叫做 The Way We Are， 是不是？天水围嘛，那个很香港，马上一种那个感觉出来。香港人那种共振，马上就刚才讲共振就会出现。所以我就看这个金哥他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说呢，你看，就是咱们节目的曾经有一位嘉宾有一次聊起你啊，就讲说都说这个王晶那个拍烂片，对吧？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是香港电影一段很长时间的这个困难时期啊，他养活了很多人，甚至他就说他如果没有所谓王晶的烂片，也就养不出王家卫这样的片子，说他是一个底。哎，但是后来我看你自己在某种场合你也说到一个底的概念，但是他说的底的概念反而是说他投这个艺术片，他说这个电影需要有个底，就实际上你觉得反倒是这些文艺片有某种电影的基础的这种作用。我觉得每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每个人自己对这种状况的解释都不一样。不过香港导演是很团结的，香港导演就是一站在一起的时候呢，都是互相提携、互相尊重的，就是本身可能有什么私人恩怨都不会拿出来的，都会收在一边的。这个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导演，我挺骄傲的。那你现在不是老住在北京吗？都有，香港、北京都有。哎，我觉得您这个最有资格讲讲了。就是我一直觉得香港导演他合拍片呐，或者现在很多都在内地发展的时候哈，他觉得有什么拧巴吗？就是我知道什么意思。实在谁都会有这一段。当你过去了那一段就没有拧巴了，就是最主要就是你还没投入那个生活当中。我完全可以当作自己是一个北京人一样的过日子，我不回去都行。我有我的朋友，我有我的圈子，我有我的家，我有我的车，我有我的司机，我的公司，什么都有。基本上我是可以。就是不回香港的，而且，
以前我的普通话偏台湾音，现在基本上都没了。你看，但是在电影创作上，刚才他讲到有个同情，你跟一个地区的人，你同情共感的问题。那比如说喜剧呢？喜剧，我觉得内地人的笑点和香港人的笑点是不是不太一样？你不觉得我这5、6年很少拍喜剧吗？所以在这个商人的思维必须是不是更难要掌握这个笑点？难一点，没那么容易，因为大家用同一种共振长大的，终归是好一点的。对，有一个科学研究就是说，人为什么会笑，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人是跟熟人在一起笑的几率比自己一个人或者跟不认识人要大几10倍。你看我这2年都在拍，就是要熟的。我追龙1、追龙2，下面追龙3这样一直追下去，都不拍喜剧的原因。比较难了。你找不到这个打通的共振。不是有，可是怎么都没有别人好。没有，就是没办法，好像麻花啊他们这样做到那种情况，做不到的。按说你是研究喜剧，也等于研究了半辈子了，是吧？是。那你比如说香港代表的就是星爷的这种所谓这个无厘头，但是星爷的新喜剧之王，你愿意评价吗？我挺喜欢的。怎么说？我觉得他搞得不错，这些比之前2部戏都好。可是就是不吃啊，不吃就不吃了。你觉得他有没有这个共振？以我评分，比服药片都好。但他有没有这个？比如像周星驰的电影啊，我觉得这个现象蛮特别。就那个时候他是为香港人拍的，但是后来被配音之后，反而在内地是他从来不会为香港人拍。就一开始也是呢，他为钱拍而已。对，跟你一样吗？但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笑点的掌握，他对什么叫好笑那个东西的掌握，他也是用香港人身份来理解。是。那为什么内地的观众看了也都觉得好笑呢？而且我觉得这因为以前那种喜剧，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动作。你看他的以前老的那批，我跟他合作的那些呢，有一些口语还是挺受欢迎的。他自己的多半吃的都是动作，而不是口语。你可以想想，比方说，包租婆，你记得他有什么对白吗？你不记得。你记得他拿那个扇子来打人，对。你记得他那个施豪功，你记得这些动作的东西，你不记得他任何对白。这靠表演。靠表演。你觉得他是这个最好的喜剧演员？是，他从来都是。但是这一套，我估计后面30年都很难有人追到他。是吗？沈腾呢？是另外一种演员，跟他不一样，大家节奏都完全不同。你比如说，您也是作为香港人哈，你看现在内地最火的喜剧，你笑吗？笑。就你觉得你的反应跟影院里的北京观众是一样的吗？同频的吗？未必，可是我笑。这不是绝对对立的，他有些东西。那我看好莱坞片我都笑。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但是有时候你在美国的戏院里面笑，里面看，有的人狂笑，你都不知道他笑什么。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影评会讲，就是说当年星爷的那个是老梗，那些老梗现在再使出来，今天的观众变了什么的。影评界是从来是最没有就是规格的，任何人都是影评人，是不是？你不需要上一个课或者拿到一个学位才是影评人，所以你为什么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呢？没有意义的，任何人都是可以是影评人，有什么参考价值呢？他说这个还真有意思，我也因为种种原因我前2天才在那个收费电视上看了这个新喜剧之王。我因为之前都是说很多恶评嘛。但是我看了的感觉真是跟京哥有点像，甚至我原来认为他是很随便瞎拍的一个，不是，但是我觉得他挺认真的。他可能选角有一点错误，
王宝强的角色是有点放错了，如果调一调会好很多。而且我也注意到一个，就是他有他特有的表演风格的问题，很难代替。你找他的这个，他设计的很多东西啊，就是他说的他的那种表演风格生发出来的东西。但是要换了一个人呢，好像做不到。是因为呢，他当导演的时候呢，他真的会演一次给你看的，他就要你演成他那样一模一样。可是呢，谁演得到呢？可是呢，就每个人都演不到，然后他就很生气。后来舒淇他们是故意，哎，你演一次给我看，实在就想看他演，好笑，就这样。那他为什么不干脆自己演了呢？对啊他就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年龄，面对不了自己，哎，就这样啊，有我都演不了，不要说他了。现在，是吗？要体面了？不是，就是到了一个年龄，你就做不了以前年轻人做的那些事情了。啊，能理解，能理解。哎呦，对，就是现在我也不太想拍喜剧片的原因。我宁愿不好笑了吗？不是，你想的事儿多了，是不是？不是，我觉得我混了那么久了，我年龄到了这个份上了，我还要做那些，不要做那些了吧？那你觉得喜剧是一个比较初级的东西吗？所以不是，问题是你去演呐，你去搞，让年轻人去演了嘛？你老人家还去演？那Woody Allen不是自己还在演吗？那个 Woody Allen 自己也在演，他也很搞笑。我觉得他好可怜。他这个里边啊，其实都有个人生观的一个问题。你看，我身边我们熟悉的哈，更多的是说导演，我要拍我心中的东西，我要讲我要讲的话，对吧？就是我爱拍什么。但是我觉得好像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困惑，就是因为我把它当做我的 career， 职业 ，not my hobby，不是我的嗜好。那你做的苦吗？不苦。做的开心吗？开心。那为什么呢？啊，一些不具备条件的，需要扎拉布的，需要很多压力，有成就感呐。你很快做完很多事情，是不是有成就感？对啊，你有成就感嘛 ，achievement 嘛，就是那种嘛。你专业嘛，专业就把它做好就行了嘛。你做好，你就觉得开心了嘛。哦，那你说，比如说这个像这个研究这个喜剧啊，你觉得有什么规律吗？能把人逗笑了？实在在我入行70年代，我们都是看美国的那种，就是喜剧书，就是刚才他常提 Woody Allen 当时写的都还挺靠谱的，现在老了就乱七八糟了啊。当时写的书很多都很好的啊，然后你都会参考的。然后我们还看弗洛伊德，他有几本书是说人怎么会笑的。因为呢，你看现在你像我们电视界的有的那个总监就说那样的话呀，就是说我估计现在这个都是不是有点下去了？但是至少在最近这么几年内啊，就是说能把人逗乐的事情，到达了他现在红利最高的一个时代。对，你看我们周围吧，不管是你只要真能把人逗笑，真的逗笑了，哎，真是名利双收，绝对发达。就是好像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就是这么样的需要这个笑。应该说你要说从商业利益上来讲，能把人逗笑，现在在中国那是1等1的本事啊。中国也未必，中国道德观念还是比较强啊。然后我觉得他们还是会维护证据多一些。不然你郭德纲为什么长期都会压在那个水平给人家？他逗乐逗的最多了吧？但是这个喜剧片票房这么好，他演的不行啊，现在就只有沈腾比较好啊。然后沈腾都开始不想演了。你看他演《飞驰人生》，你就知道他不想逗大家笑了，他想演爸爸，他想死，他想演这些。为什么是演喜剧很累吗？就是你要逗别人笑，你自己就比任何戏都累10倍。怎么说呢？演喜剧是比演任何戏都累10倍的活。他累在哪儿呢？累在你要说服自己这样做。
对，他喜剧问题，他往往有一个，咱们研究这个笑的规律嘛，说这个有反常性，有反常性，而且呢，还有一点，他刚才讲弗洛伊德啊，我就记得，你知道弗洛伊德里边有一个理论嘛，就是人的不同发展阶段，比如说像孩子，就常常是，比如说就说是怎么说呢，生殖系就从排泄系统期的快感到口唇期的快感，一直到最后成年人的那种快感。然后呢，你看同时你又发现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批评有些喜剧片呢比较低俗，就是说充满了屎尿屁。我觉得这个真是挺有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来说呢，就是你发现没有，我逗小孩玩，后来我发现挺好玩，就是小孩子啊，你只要跟他说屎尿屁，他就会笑，很开心。对，有一个阶段放个大屁，不啊，小孩就笑。所以这可能也是人们瞧不起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你离这个本能生理本能太接近。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也是就是说明这是很大一块笑料，就是距离人的那种原始本能比较接近。笑就是推翻规范嘛。对啊，推翻规范就好笑，推翻禁忌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比较难的地方就在于，因为笑这个东西，刚刚我们讲不同的文化底下，你觉得什么叫好笑，有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有些东西，你比如说在国外讲，你可以大家会觉得很好笑，但这个明显在中国就很不好笑。你这么讲的话，大家会觉得很亵渎啊。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验，就是其实我人生第一个理想想当个相声演员。我小时候太不像了，你没有想到，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第一个储钱罐满了以后，我买了3块6毛5一本，就是上海独角戏全集嘛，我上面所有东西什么36家房客我全能背出来。但后来我为什么没有做这个？我就发现女的太难了，就是你刚刚讲到禁忌，就是一个女的你要在舞台上打破这个禁忌，你的形象就大家社会是很难接受的。一个女的怎么可以这样？女人在笑这件事情上只能做一个被动者。对，你听到陪着笑笑可以，你去说个笑话，很多时候打不破。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中国没有好的。女喜剧演员有，但很少。我觉得国外也很少，差不多都是一些放弃作为一个女人的优势的人才能跟女政治家一样。比方贾玲，她差不多都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优势了。哎呀，就比如说，本来你应该要漂漂亮亮的，或者怎么样的，算了吧，这真的是对，而且我还想问一句，一般演戏，比如说我们以前会觉得说，一个演员在塑造角色。他要掌握这个什么角色的心理，然后要尽量把他演活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很多喜剧里面的那个演员恰恰不是一般的活人，他不是正常的活人，是不是？这一点也是一个很难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当年吴君如特别火，对演喜剧然后突然间他所有喜剧他都不接，然后他就马上不火了，也赚不到钱。我有一次，然后就减肥，减到特别瘦，然后大家都瘦了不好笑了，就那样。然后我就去问他，问你干嘛呢？你这样，你就是把钱推出门啊。他就哭了，然后他告诉我，人家告诉我美了，我开心。这真有意思。哎，好惨啊！然后他很坚持，然后是变成了一个挺不错的形象。后来可是就像以前一个女笑匠的那个就已经没有了所以真有那种理论，不是喜剧就是自毁给别人看对，做女人难，做搞笑的女人最难。但是文道，你分析过没有？人为什么看到别人惨，对，就会好笑呢？这里边有什么动物本能没有？没有，这个很多心理学家都有讲过，或者很多学者讲，第一就可能是因为，你看到别人那种惨，那是代替你。那有2种，有时候我们是看一个电影会哭，因为你觉得那个人在代替你去死。但是另一些时候呢，你觉得那个人代替你惨，但他不至于到那种，这完全是看戏剧的描写、铺写，怎么样让他觉得，你觉得这个人，因为喜剧有个好玩的地方，你知道那个人不是真死。你知道那个我们在一个假定的状态，在那种假定状态下发生再悲惨的事情都可以很可笑。实在呢，欺凌也能带来快乐。对啊，所以学校什么都很多欺凌的。对啊，欺负别人。你看电影，有一个人掉到坑里面了，大家就狂笑。
如果你本身你这个人性不愿意去欺凌别人，可是这种看到人家掉这个坑里，你满足了那种欺凌的满足感心理，可是你又不需要去真的去欺凌人，所以你们就大笑了嘛。把人说的，而且你想想看，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美国的绝对，你看有的人，比方说有2、3个很坏的同学去故意脱一个小胖子的裤子，其他人在旁边都笑的，不会说哎呀你不好这样欺负人，很少的，10个里面最少有8个是笑的。哎，不笑的呢，就是有感情出来了。对啊，有感情就不笑了。好像是因为这个人的惨，他应该是不具备代表性，是比较这个意外的。对，好像我记得谁说过，叫那个一个人的悲剧是全社会的笑料嘛。但如果这一个人的悲剧具有代表性，你每个人看到觉得我也是那样，你就笑不出来了。对，它是一定偶然性的意外的东西。哎，这有的就是西方有的哲学家就研究这个笑的原因呢。我就记得我看过一个哲学家，他说的挺有意思。他说，当你笑的时候啊，感情是不在的。感情一在，你就不笑。笑不出来，对。哎，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看他摔倒了，你如果是感同身受，你同情了，对，你就不会笑。对，所以喜剧一定要很快的，一开始就要跟观众建立一个默契，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在这个状态底下，你看到一个人摔倒了，你是可以笑的；看到一个什么的，你不需要投入那种感情的，你需要把它当成另一种东西来看。所以什么电影、什么电视剧类型电影，你要跟观众建立关系，让别人把你当什么看。还有一种理论讲叫什么，就是紧张的解除。紧张就或者是你比如说好比说我跟你对话啊，我说你看那个十年之后啊，我就在那个山顶李嘉诚的别墅里看着这个油麻地的你啊，结果你接一句呢，可能说对，你在李嘉诚的用人房里看着我。这个就是前一句话好像就是是不是会哎呦他10年之后要成为李嘉诚，他积蓄起某种紧张。但是哦，原来是当李嘉诚的用人房里，是吧？这个是有一派，一解除有一派就是这个就笑。您觉得有没有这个规律？这个是个小规律，并不是大规律。大规律还是攻击规范。攻击规范。攻击规范，比方说政治、宗教、性，就是3个最典型的规范。那你像在咱们国家比较传统的这个国家呀，所以这三个都不能够攻击的。对，都不能碰。所以要不美国现在也不能碰啊，政治正确起来之后，哎，是。对，在我小的时候，很多就攻击自己，要么是攻击残疾人，以前特别多，现在也不可以。对。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啊，当年呢，侯宝林，马三立，这个为什么是大师啊？我觉得是太不容易了。就是说你比如说那个时候他们也不能要把相声从低俗里解救出来嘛，那所有这些个涉及低俗的他不能要。但不能要，仍然能，比如关公战群雄啊，或者什么，他仍然能让人笑。他这个里边找到的有些规律啊，我觉得有些时候笑，要不说他说跟表演有关系，我很相信。其实同样郭德纲的相声，不是郭德纲说就不一定有这个效果。对啊。甚至有些表演当中啊，有些非常微妙的节奏点。你比如说，哪怕是这个捧哏的这个于谦儿，这么一声。他这这一声就像是这个鼓点嘛，打到那个鼓点，对了你就乐了，对啊，的慢一点就不乐。你解了我一个困惑，我一个朋友讲那个脱口秀的，他一直跟我讲，他说不是一个演员讲了一句笑话，是一个好笑的演员讲了一句话。我一直没有理解，后来你这么一说，我明白，其实是表演。喜剧他的那个气场。喜剧演员呢，就是得到了一个牌照，就是观众会对你笑。并不是谁说一个笑话我都会笑的，你一拿出那个牌照来，你是沈腾，我笑了。但是你觉不觉得还有另一种啊，就是人们所说的这个幽默？因为今天呢，我也看到有些文化人经常爱发这种牢骚，说今天的这个观众啊，他们这个感受幽默的能力，好像在理解能力在下降。就我说这个，因为语言的幽默很多是需要拐着弯听我这个话。那就是问题就在那了，拐着弯嘛，那个弯是不是同步拐？你这是 mass communication， 电影是，你同时有10万人、100万人看的，那10万、100万人是不是同时拐那个弯？如果不是同时拐那个弯，那就不笑咯。
所以说还是一个跟大多数的一个关对啊，系问题。这是大众传播嘛，大众传播就是同时到一个点儿，同时笑，互相共振，那就传愿疯狂笑。那我还想再问啊，像金哥，你现在这几年你不拍喜剧了，那像这样的电影，你在拍的时候，尤其在内地这么情况下拍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跟以前拍香港纯粹的香港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立场不同就行了，实在都一样的。你表达一个故事，从一个什么方向？以前麦当雄最喜欢男盗女枪，就是麦当雄最对的，他一定是按那个反派犯罪那些人的主观线去写整个事情。警察都是狰狞的，对，都是坏人，警察反而是坏人，是啊。这是一个方法，可是没关系，我们从正的来写，我们从司法机关的立场，从他们的角度来写，一样好看，还是写一个同样的故事，啊，可能对一些特别追求观能刺激的，会麦当雄那种会他们觉得爽一点，可是大部分的观众还是会喜欢看正的这边去写的，等于一直有一两个你所说的那种影评人，在那些就是网上老说，哎，这个追龙比跛豪差得远了。那当然我没有叶子妹嘛，他就是少了个叶子妹而已，就没有那种色情啊、低俗啊，没有那种东西而已。所以当导演呢，我现在觉得真的是，过去我们不愿意相信说电影是一盘生意，对吧？可是实际上你看啊，他跟一般的画家、作家可真不一样。不一样，他脑子里得多少算计啊！你少了艺术家的激情也不行，对吗？但是呢，包括政策、法律、文化、风俗，这个香港这个地方和内地这个地方不同观众，哎呦，他得算多少？包括这个投资啊，哎，你有没有像有些导演那样？你比如说，我想拍一个戏，超支我也要拍，我一定要拍到我心中的那个结果。看我是会计算，超多少能得到多少。在你心中没有一个理想的电影，我觉得没有电影是理想的。没有说，哎，我这一辈子电影生涯，我要有一部作品，哎呀，足为此生啊！到目前为止，我此生看过的只有《教父》，是到现在都找不出很多错处的一部电影。其他时间会令你失效。你当年啊，好的不得了，你现在你看《复仇者联盟》，是20年后看，大家当笑片看啊。一定，但20年后的小孩拿出来看，哈哈哈哈！对，就等于今天年轻人看我小时候很喜欢《星球大战》，他干嘛要戴着这个头盔？就这样，肯定的。那你比如说这个，你有一个名声啊，当年你拍了很多别人认为是烂片，我不知道烂片该是什么定义。你觉得烂片是什么叫烂片？嫉妒而已了，有什么烂？嫉妒就是烂片。你有本事拍那么多吗？既然烂。怎么可以拍那么多呢？当然不烂了啊！你自己觉得还可以？我觉得不赔有钱赚有什么问题呢？哎，那么反过来说，最赚钱的电影是不是好电影？90%都是好电影。我以为你要说90%都不是呢，都是赚钱。因为赚钱的话，你是等于是说你在观众当中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嘛。如果你的人数越多，那就是。所以好的定义是什么吗？好的定义是什么吗？是最多人喜欢，还是某一些最高档的人认为好？什么叫好呢？但是问题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举个例子啊，像《复仇者联盟》第4集结局啊，票房一定超过当年的《教父》。对啊。但那你会不会觉得它要比《教父》好呢？不会。可是每一个年代在当那个年代的效果，而不是你能放回去1960几年嘛？当然不行了。所以就跟我说这个，你不能跨时代去算计嘛，去比较嘛。所以其实呢，理解这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搏击一样，没有规则没法谈，对啊，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规则好，就是最大多数的主流人群
哎，用脚投票，用票投脚，对吧？用票投脚，对吧？那么他们能够花这个钱和时间看这种商业电影算好，那么赚钱的就是好电影。那如果你说这种共振的效果跟那种震撼感，实在Gone with the Wind， 是有史以来最好。1930几年能拍成那样，对不对？飘。哎，如果你现在回顾起来哈，你拍的，金哥拍的，听说有近200部了吧？我导演的100多部吧。你自己要给你自己评，你觉得你的最好的电影是什么？实在没什么，我都不满意的。那您如果就是刚才一直讲共振，如果在今天这个时代，您要找到一种共振，你会觉得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什么样的东西真正能引起我们共振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会觉得喜剧里面放一点人情味是最好的。可是我现在手上没有一个我满意的喜剧演员，所以我不敢拍。你必须手上有一个跟你想法一样的喜剧演员，你才能拍出最好的喜剧。当年有一段时间，我跟周星驰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在同一个轨道上面，所以当时我们合作的片都很好。后来大家有不同想法，就没有再合作。可是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一个喜剧导演没有一个好的配合的喜剧演员，是很难达到一个特别高峰的。那你们当时想法有了什么不同呢？你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大家都想做导演嘛。他想做导演吗？啊，那就你做吧，那就我拍别人无所谓的。所以您觉得就是今天的大家心里面期待的那个东西是笑声以外有点人情味儿，但这个人情是说到非常小的那种家庭的情感都可以啊。你看，就是你今天你再看回去 ，Chaplin 最好的几部戏都是很有人情味的。对吧？是你今天看还是好看。对，时代没有淘汰它，真的是。所以这个金哥，我发现他经常说，他觉得他是个商人，这是你说的吧？对。所以你选择拍一部戏，其实他真是反映了，我觉得很多香港人之所以当年能成功啊。这个也是，那真的像当年向华胜，听说真的就到电影院呢，到电影院去看每一个笑声为什么笑，哎呀，这样的去弄这个市场。他主要是在台湾做了几个月，去研究台湾的市场。你觉得今天的市场怎么样呢？今天的市场太宽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做所有市场，因为你在北京的话，你不可能去5线城市每天在戏院里面。有道理，对不对？没错，今天中国差距太大了。3、4、5线城市是华语片的最大的市场，对，1、2线城市根本就不看华语片了。那你了解内地3、4、5线城市的人吗？不够了解。那你现在凭着什么感觉去觉得这个好看呢？我觉得3、4、5线城市有点像当年90年代的台湾的南部的城市，就拿那个来比较，就相距不会很远。就有一阵子，比如说我们研究视频网，就发现一些我们1线城市所谓社会精英阶层，很多根本没有人去关心的那种直播网站，就是5线城市青年大最爱看的，根本就是现在的 BAT 也是3、4、5线城市，对。充会员的，但是有的也挺好看的。你看，怪不得这金哥老行尊啊，至今还硬挺在这个电影第一线上，这是个明白人呐。因为我们自打电视普及啊，现在电视没有过去那么普及，你现在主要是靠手机获取信息。电视普及的时代，那时候是你没有可选择的，而且它有时候不是一个家庭看电视，是一个居民区一台电视搁的那时候一个电视跟看电影似的，那么多人看的时候，就看他的那个喜剧的小品的表演嘛。包括还有电影。陈老师给我的其实感觉是痛苦。去你的！就是真的，因为我当年看，您有点符合孔子说的那个，1954年生人吧，1984年春晚那个第一个小品吃面条，30而立。对，这倒是，是不是？我这发现，那您40获了吗？
现在呢？现在是40还正是惑的时候，还正迷惑的时候。50呢？因为你努力了，再努力10年，你就会发现很多你过去认识不到的东西的时候，这时候你反而就这个心更乱。那50呢？50才知天命，好点，没到呢，没到60才知天命。哦，那您这倒退一个，现在接近耳顺，快了，快了。对，我耳顺比较早，我大概头2年我就已经耳顺了。您还耳顺，您给咱们的印象是很轴啊，没有，给人刚到底啊，可没有，真是耳顺。现在谁跟我说什么？哎，好，行，都挺真的啊。现在不执拗了。我们拍的时候就感觉陈老师是吧？佛系，佛系了。你看已经到佛系了。佛系完全就是无可无不可，都可以。艺术上也可以吗？也可以。这喜剧怎么演那么演，无可无也可以，无可无不可。真的可以。不懂。怎么叫？有的时候过去就是当你刚认识他的时候，你会一门心思就把他想弄得很清楚的时候，然后包括你再实践的用这种方法再实践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好多就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特别死乞白赖去追求它，然后你就会跟各种人有各种抵触，然后就抗啊，跟谁都抗，跟谁都顶。我为什么说他过去给我的印象是痛苦呢？我觉得他跟那时候是很痛苦，他跟朱时茂是完全不同的2种人。我就记得他说在那个弄春晚小品呐，他那个撞那个床板呐，那这个脑袋就想一个东西，觉得不行，撞墙，对吧？所以就留给我这么一个。他不是真的去撞，他是下意识觉得那个氧气不够了，脑袋就顶着那个墙，让那个血就往上控。有的时候就是像俯卧撑似的吧，不是俯卧撑，就是把腿搁在床上，把这身子就搁在下头，把这头搁下，真的就控血，就是控血。他一个人对艺术的追求，就不管你是哪个方面，不一定是光艺术，包括对技术的追求啊。你比如说很多科技人员对技术的追求一模一样，他都有那种就是痴迷阶段。这个所谓的这个不成魔不疯魔不成活，对，你不疯魔，你没有那么一段时间，你很难就做得很好。对。哎，任导，你就是从逐渐进入他的过程中啊，跟咱们一般印象对他有什么新发现？就我们看您那吃面条什么才10岁，陈佩斯这3个字啊，对于我们完全是跟着我们是这么长大的。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个喜剧演员，这就是一个舞台上的人，这就是一个小品里的一个形象。我有新的发现，我就发现他这个轴啊，就琢磨这个喜剧，他最后一要琢磨到根儿上，就人类笑的功能，就为什么会笑？对，您给我们讲讲笑是怎么个肌肉运动？我觉得这挺逗的，那太学术。人不爱听。哎呦，我们这儿就是聊玄的。不，很爱听。他这个笑和什么有关呢？其实，笑，等你研究这个人的笑的行为的时候，就这个行为过程，你就会发现，原来人和进化笑和进化有关。笑和人类进化有关。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好多笑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就是说这种功能性的肌肉动作和你的整个生命这种现象，都和进化曾经在水中完成这个过程有关。你看你笑之前都有一个快速的吸气、屏气才笑呢，对吧？笑了，一看一个包袱给他才笑呢，对不对？像这种东西。都和它是一个水中哺乳动物的一个动作，笑的你笑的时候前仰后合的，对吧？它其实这种动作是什么？是痛苦的挣扎，但是它却是用快乐的心情，但整个肢体是痛苦挣扎，感情是溺水了。太喜剧。其实是什么呢？水中动物的这种行为。只有人类有这种行为，所以他把这个快乐的事情给放到痛苦的行为当中。
特别逗。然后其实呢，就后来这是从哪儿上看的？从人家讲这个人类学的和那个人类就是什么，反正那个就是进化史的这些材料里能够知道，因此笑行为和在浅海进化有关。就是他这意思啊，就比如说这个笑啊，你总是会倒气儿，这个倒气儿，哎，我觉得他这个思维，当然咱不知道学术界能不能承认啊。笑的声音，以啊为主体的元音啊，以啊元音为主体的这个声音，哈哈哈哈哈哈，它是最大的进气量，最大的进气量，最大的呼吸量来表达这个声音是什么呢？呼救。最初肯定在水中是为了呼救才有对吧？笑起来，哎，对。但是因为你有这个，不是他呼救为什么要乐呢？对，但是它再进化以后，它就这个功能呼救的功能就变成了笑的功能，表达快乐。因为人类在获得食物的时候，获得动物的时候，用那个削尖了的木头去扎那个鱼调节。它有一种获得感，这种获得感是什么呢？是一种，它马上要吃它了，而且在和那大鱼搏斗的时候，它有那种激素的分泌，它和很多化学信息有关。所以它就生成了一种感觉，获得以后的兴奋。获得感哦。因此，获得感是人类笑行为最基础的东西。它在每一个人必须得获得什么？获得一种优越感。这个优越感其实就是获得感。台上一个包袱，你看那个六姨太摸了那个送包子那大腿了，对，观众乐了。为什么呢？你一个军阀的六姨太摸了一个送外卖的小哥的大腿，他摸错人了。对吧？他错了，观众有一种优越感产生，优越感产生，他就自然就会笑。您这套笑的理论是不是外国人写的？不是，马爷，您觉得人为什么会笑？因为在人类的复杂情绪中，笑是最正面的，对吧？你说喜怒哀乐是吧？过去说人的七情六欲啊，这个七情里这个笑也是排前头的。因为它是最正面的，就是他说的获得感，因为你获得感了，你高兴嘛，其他的你都是负面的多。你比如你怒动物就会，你看刚才他说我在想猫和狗会不会笑？现在有的狗会学那种，不知是假笑还是真笑哈。但是恐惧动物都会有，猫也有，狗也有，愤怒猫也有，狗也有。你们敢肯定只有人类会笑？只有人类会笑。猩猩这样不是笑，它干嘛是假笑？它是表达什么呢？表达快乐或者不快乐。那不是快乐吗？首先它是不快乐，他的快乐不是用笑表达，不是用呲牙，这个表达是，你别理我，你躲我远点。示警，示警，呲牙是示警。你看那个正好你是也同样是灵长类动物啊，灵长目动物，它这个人类他把这个示警的这个肌肉脸上的肌肉动作就变成了表达快乐、表达兴奋、高兴。他为什么呢？他有获得感产生。那么最早就是人类在长期的狩猎生活当中，就慢慢的习惯了，有了狩猎活动之后，包括从他那个获取动物的时候，和大家烧烤完了以后吃的时候那种快乐，他都连在一起了。您讲的这个有一个我有点这个就是想象哈，比如说啊。这个智谋、计谋，你比如说，当这个人类可以猎取，比如说那个大象的时候，对，那是需要合作。对，你下了一套，对吧？就像喜剧里边，你看你下一套，然后你看见这个大象咣叽掉在你的陷阱里了，你不是就这一刹那你就乐了吗？一刹那的掉进陷阱里，一刹那的这个大概也就1秒钟的这个行为，就是人类笑行为的一个过程。那就是把我们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绝对是。你看任导研究传媒的那天还给我总结说，今天这个互联网上有几大规律什么的。对。您觉得跟他们这研究能吻合吗？我觉得特别吻合。怎么说？是特别吻合的，就是说到底，因为我们也要做片子嘛，这做的这个片子你是要给观众看的，
所以你一定要想，他是怎么会产生这个片子里的什么一个段落，会让他导致他那个行为，就是怎么才能让观众哭，怎么才能让观众笑，怎么才能让观众吃惊，怎么才能让观众觉得哦，原来是这样。那怎么能让他笑呢？怎么才能让他笑？是这6个规律里最难的。就是我们这里有6个规律啊，6个规律，有的叫共情，就是我怎么让你哭，这事儿是容易的，我怎么让你解惑，就是让看了以后觉得，哎呦，明白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它有几个值，其中有一个就是笑。这个呢，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做的时候，我跟所有人说，这块儿别碰，这块儿别碰，因为一碰你就是一个字儿尬，你弄不出来。这个事儿看起来最简单，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呀，做个短视频，做个搞笑的，这样收视率，咱们这收听率多高啊，点击量多高啊，咱弄这个，你一弄就傻眼，一弄就傻眼。所以我说这块别碰，那5个类型怎么玩都行，可以玩的特别嗨，但是就这块不要碰，这是很专业、很智慧的人才能碰的事儿。哎，就说实在的，能让人乐，谁不愿意啊？但是我发现呢，这个活儿啊不好干，太难了。我当年也曾经面临过这个选择，就是咱是往搞笑里去，还是往另一方向去。我后来啊，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小腹肌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啊，我发现啊，事先声明的搞笑，这个压力太大了。你说相声的，你站在那儿，你唯一不笑你就傻了。我如果不讲相声，我说我给你讲讲别的道理，对吧？他也许会乐。你不乐就或你乐就要意外之喜，对不对？但是你要是明确为了这个上台的，那要不乐那就太尬。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陈老师研究这个艺术，这个学术界现在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说艺术起源于巫。巫习就南巫，就是咱们过去讲的那种萨满教啊，或者是原始宗教，他觉得是跟祖灵啊、跟神啊沟通。但是陈老师的这个研究觉得，他们是在给神演喜剧，对，创造快乐。因为这些从现在的那些祭祀活动，就是延续到今天的那些祭祀活动里头，有很多这种形态，踩高跷，那个丑婆子。啊，什么这种套路，各种傩戏啊，各种傩戏里都有变脸，都是和创造笑声有关的，那都是巫习文化里一脉传承下来的。那这跳大神的为什么要搞笑呢？他搞给谁呢？笑搞给，他叫酬神于人，乐神的。对，他为了让神和祖先、祖灵高兴，然后也同时让活着的人快乐，因为他视死如生嘛，啊，所以您明白吗？他就是我感觉到他的一种努力，或者说他的一种企图，就是他想弄到那个根儿上去。对，他跟朱时茂演的这个小品啊，陈老师讲啊，那就是唐宋流行的叫参军戏，也有人说参军戏是相声的起源。是吧？或者是很有关系，一模一样。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偶然的一个循回，然后一个轮回，然后到了这儿就碰上了，就是一个喜剧的短剧。参军戏从它那个素材一直到它这个形式，都是和后来的相声的捧逗关系一模一样，只是它发生在2000多年前。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我查了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参军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后赵石勒的时候，就有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贪官，这个很坏的官这个被人嘲弄他，对，然后这个有一个角儿呢就演这个被嘲弄的，他叫参军，然后呢嘲弄他的那个人叫苍胡就是他身边那个老军，是那个是仆人类的。身份比他要低很多的人，他来戏弄参军，就等于是戏弄权威喜剧。这样咱们联想起一个捧一个逗，一个逗，就嘲笑你嘛。嘲笑的这个过程，实际上
我们看小品，你比如他这个佩斯那个典型的那个吃面条，他高于你观众创造出来的，但是他表演的时候让观众高于他。最好的喜剧表演是在观众的理解力下低半格，让观众有优越感，他才高兴。如果他永远差半拍，就是你出来这事儿吧，他理解的还有点费力，他就陷于一个思考，他就来不及笑。最好的笑就是停半秒，停1秒，开心的一笑。在这个喜剧表达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置观众于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在喜剧的剧场里，永远会存在一个叫插式。插式是什么呢？就是刚才马先生说的那个，观众要把自己的姿态低于观众，演员要低于观众，低于观众。对，必须时刻保持这个差势，同时你又不能差太多，太多的就有点隔着人。对，过去说相声不是站在上面，他就急了，就是说你要再不下，我就下去隔着你啊，它也是一个办法。这时候就有点就低了，把自己给搞低了。低是一定要有的姿态，你一定不能是傲视。你在台上老傲视，底下就火了，底下说你这叫什么呀？上来给你就喝倒彩嘛。那么，如果说戏剧情节要有这种进程的话，它一定就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伤害，对角色的伤害在里面。我们人类为什么为这个而高兴呢？对，为什么呢？因为它首先起于人要创造笑声是首先伤害自己，我自我伤害，轻度的自我伤害，我放低姿态获得人群其他人的笑声，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缓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所有的野兽在相遇的时候，它要排序的时候都是说，就刚才咱们在这不是都是相互争斗，用暴力来决定你在什么位置。对，刚才说大院得先打一下，对，得先打一下。那过去都是这样，这是动物之间的关系，而人类正好和他们相反，他要用一个相对低一点的姿态。我首先承认你比我强，然后咱们谈怎么能一块儿的去打那大象去。团结协作，对，协作关系，所以就文嘛，那个是武，对，这是文。所以这是人和其他所有动物都不同的，他懂得用改变自己的行为。过去，这个是代表防卫啊，代表警示，对吧？就刚才说那呲牙这警示，现在变成了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动作，就是用他自己的放低姿态去赢得别人的认同。你把优越感给了他释放出来，也表示尊重你，双方形成一个平等的状态。其实笑行为最根本的目的是达到人与人平等的诉求。而且他讲这个啊，我觉得真是把我这个毛病啊给讲出来了。我曾经特别烦就是一点呢，就是说啊，一见着这个就是大老板啊，或者顶头上司啊，或者董事长啊，你知道，我每回我在节目里都跟他们说，我说每回我说下次一定要挺起来，支棱起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人家那个温暖的大手伸出来，我就这你知道吧？就这个所以你看我现在长期我这个脖子歪。那陈老师他说啊，说他有一种笑，他见到贵客来，他说有个动作叫缩脖。缩颈是所有动物比别人低一级的身份表达的一个行为，所以不是我怂，不是你怂，只能说明我是动物，对吧？对，一个动物最基本的动作。我真的就很烦呐，这个是已经画在你的细胞里了。画在你的细胞里，所以你所有我们小时候是逃脱不了了。一不服气呢，家长说你怎么还梗着脖子啊？就这意思，你梗着脖子，你就是表明不服气嘛。不服气，对，你小孩这就要争斗了。只要一梗着脖子，这事儿就要争斗。所以他说缩颈呢，就是表示我不跟你斗，不跟你斗。所以你说这多难，就让一个人很明确的自己要去做低姿态，然后让观众俯视他，这件事是多难的一件事。这件事要训练的。你觉得你拍的很多这个幕后的东西，这训练它有什么绝招吗？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拍到了陈老师的一个
就是一个真正的线下的一个金牌喜剧班，就真的学员来上这个课，就不是电视里我们看到的那种。然后那个训练，所有的孩子，你那意思，电视里那种是多少有点假，是不是？电视是没那么真实。综艺节目嘛，对，综艺节目就是我们是拍到就是从选学员开始，就是来的这些人都是全国各地的，就是想当喜剧演员的孩子，就是各种身份的，有修电梯的，有当工人的，有外卖小哥，就什么都有。就是他们心里有一个梦，叫我要当一个喜剧演员。然后就报这个班儿，然后来参与一个2个半月左右的训练，才会寻到这条线来的。对，就是说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可教，到底是不是我们也在摸索可学。对，他就是说啊，这个中国话剧不是最早马爷您知道吗？这个春柳社，那算是个起源。那当时是一些人从西方引进来的概念。然后他就说呢，就是类似于这个最早的参军戏，到后来就是元杂剧。他的意思是说呢，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喜剧的传统。对，如果这个喜剧的这个传统代代相传，那么他当年跟朱时茂对是自己生琢磨。我觉得他解答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老提这个文脉的好处是什么？这意思至少省了好多下耽误功夫。对，真的是这样。你看，你知道了参军戏的这种古典的形式，那么你就知道你现在做的实际上是重复了，你和1000多年前、2000多年前的文明就相通了，就等于搞笑的这一套。对对对，唐宋早都有，唐宋之前就有啊。没人去仔细的研究它。像他这种喜剧作品呢，它是一个连贯行为。对，你瞬间定格看不出来，但是你偶尔能看出来。你比如那个东汉时期的那个说唱俑，他满脸都是那种喜剧因素，包括动作，包括说书的时候。但是那时候没有录音录像设备，你没法记录下来，你只能记录一个瞬间。那文字记录又非常有限度，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中国过去的这个文学形式中首推诗歌，你从《诗经》开始，这个汉赋啊、骈文啊，一直到唐诗宋词，它这个都是站在社会的最高层的。小说在唐代地位非常低的，都是下里巴人的。但是这一部分东西最能传达市井文化。我们的文化中呢，其实到宋代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传统，就是它的文化在宋代的时候是分支的，上有上的文化，下有下的文化。你比如陶瓷吧，上一层的审美都是那个汝官歌金锭，都单色的，对，下一层都是瓷砖窑画的花里胡哨的，所以它2层审美特别符合社会的生存状态。今天这春晚是全国人民从上到下全在看，所以它就很难，因为你喜剧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要求接受方的文化基本对等，对，要不然他不理解你表达的是什么。你比如我们今天看很多喜剧片或者喜剧段子，我看着不可笑，是因为我跟他那文化不对等，对吧？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尤其我去电影院偶尔去看个什么喜剧片，他笑的前仰后合，我实在不知道他在笑什么。是不是他不成啊？我现在说是我不成，我先降下来，我不成，我这跟不上时代的这个就所谓的他现时代的文脉，所以你就不能理解他。任导，您这观察这些年啊，您算是比我们还年轻的了，年轻多了。你觉不觉得让人乐的事儿，就说这个笑点呢，在变化？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能逗乐的，今天不也是？我看这网上净说嘛，说那些老导演们，你们当年的这些梗啊、这些段子啊，不讨喜了。就是今天人不，那么今天人乐什么呢？您有观察吗？我觉得今天人乐什么，就是看是谁在乐，是大多数的这个年龄段在乐，还是这个年龄段在乐？就是我觉得笑点是不一样的。你能举例说明吗？比如说我曾经就是跟一个人吃饭啊，就是他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就不说这个公司的名字了啊，就老出产高收视率的、高票房的这个喜剧片。他呢席间呢，他就很得意的制片人很得意的说了一个话，他说谁现在那片子过去的喜剧导演啊、电影导演都不行了，因为他不坐地铁了，他打车，他有自己的专车。他不坐地铁了，他不坐地铁，不供房，没有这些生活压力，他就这笑点就没法打大众了。
所以他这个喜剧就不行了。他说我最得意的就是我这帮编剧全都是每天坐地铁打卡上班的小孩儿，所以他们写出来那个剧就是最大多数人会笑的东西。而且现在是不是让人笑的东西多了？你比如说这个短视频呐，这个社交媒体，一个图片，一个小视频，哈哈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也跟最大多数有关。就是过去做视频的人都得是我们这种受过专业训练，拿着专业设备，很昂贵的设备，搞非常复杂的编辑、选题、写几何词、华丽，弄这个。现在不是，开机即素材，拿起来就是素材。所以生活里所有的东西，它没有心理障碍，来自于民间。这个东西我一看短视频，我就是4个字儿，心里叫自愧不如，真弄不出来，就是真好。就这短视频啊，我不 diss 这短视频，我不觉得它特别 low， 真好。就是他拿到的那个细节，是我拿不到的，我看不见。您也自愧不如吗？就民间的力量，民间。但是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是从这个事物的根本去研究它。我的看就是视角就要变，对，就是它的原理是不变的。我明白了，它的原理是不变的。我明白了，啊，这只是具体的素材变了，就是你一来看的是你身上那病，你知道吗？对，他这个我觉得这有意思啊，这节目啊，做这谈话节目，这节目之所以好看，是因为没有本子。我捞到这节目的本子就俩字儿，叫笑点，然后我就扛着这俩字儿就来了，对吧？省事儿啊！他们这编导是天下最省事儿的，这标题就俩字儿啊，内容也俩字儿，变成笑点。那我就想这笑点是不断的变化。我刚才就在想这个事儿。你看我们那个影响比较大的啊，首推是小品。因为小品当时是万众瞩目看一台节目里的最重要的亮点，那你肯定影响力大，对不对？那时候几乎春晚一过就无人不谈啊，那么无人不去模仿说这个笑点。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一些电视剧就是喜剧色彩最重的，从《我爱我家》开始，那是经典，对吧？现在有时候我偶尔碰见还去看两眼，还是觉得很能心领神会。但是现在年轻人呢，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感觉啊？你看这个。早年做的像我原来做的编辑部的故事啊，海马歌舞厅都属于这类的，都是找笑点。那生活中呢，那时候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所有的编剧实际上都是融入社会的这帮人，平时在地铁里跟你没有两样，只不过回家跟你有点区别。你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他那趴在案头上写字，就这点区别。那么当你的导演这个成大名以后，你必然是跟这个社会拉开距离了，你就不知道了。他们好处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是在剧场，剧场是最残酷的，天天现场告诉你好与不好，哪儿不好，他同样一个包袱哈，早半秒钟就歇了。他们太知道在哪儿歇了，所以他每次出了问题的时候呢，他都知道那个问题在哪儿，下一次就要有意识控制调，所以他在剧场就有一个好处是不断的修正自己不足，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所以戏就是甭管它多好的戏，头几场都不好看，你看，越演越好看。你不要说那是个老戏，那老戏那演员要是演的特别恰到好处时候，那行云流水，天衣无缝，他那严丝合缝的去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但是一开始。比如他们说我们这戏新上演，你来看，我一看也磕绊绊的，那肯定啊，他自己舞台上非常难。哎呦，马爷，您说到这儿就引出咱们任导拍这个片子，有一个片段，我觉得很有意思。要不说您会拍吗？拍到的是我们观众见不到的，就是这个陈老师上台前的一幕，咱们可以看看。哦，上台前，亮相之前。这是后台哦，这挂前面。谢谢您抬举，咱们台上伺候。您瞧瞧，状态确实，我有一个感觉，实际我也有一套嗑。那个我不像您是真有自己这个绝活，我自己就觉得要上台啊，那真是无依无靠。
那是不可知的情况太多了。对，所以很多艺人就是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科。我也不算佛教徒啊，但是我真抓了瞎，我就念观世音菩萨。就是你这实际是一种无依无靠的，就是你这家一出去，你忘了词儿，这玩意儿就是你完全都不可预控的。那蹦那2下是跳大绳吗？不是，那是活动，有时候要脚啊，就是只有把那个脚啊弹一弹呢，整个身体他那个情绪会更饱满一些。每一场演了几百场啊，每一场还是都这么我信就要做。您能理解这种行为？我能理解，因为我也上过台啊。上台您念什么？不是上台是一个特残酷的事儿，就是尤其突发现象。我有2次突发现象印象深刻。一次呢是其实那事儿跟我没啥关系，就是说那编导来了说你的任务特简单。上来这一识字走到这儿，然后朗诵2句诗下场，然后那诗呢还是个新诗，我说这诗不太顺口，能改2句，说不能改，这是定式，然后我就先背下来，其实也没就10来个字哈。然后我是第一个上场，是吧？说大灯全亮了，实拍开始，不就是演出啊？我一出去，他多一事儿，他提前没跟我说，他喷那冷气就喷雾。哗一喷呢，干冰啊！我找不着那识字了，那识字上哪儿找去啊？我往外走出来的时候呢，这底下全是腾云驾雾的，那识字就根本就看不见了。然后他还告诉我别走错了，机位就定在这儿。那时候我就恨不得扒拉开找那个字在哪儿，找那识字。有时候就多少有点慌，但是没有办法嘛，就往前走，我就大概估计的是这个位置，我只好就站在那儿了。然后就把那个弄完下去了，他们说走得很准，其实那是蒙的，下台才知道，那是一次。还有一次呢是这个中央台的你们那个节目在清华大学那礼堂，那是是不是清明节目？清明节目每个人要上去说一段嘛。那时候那编导就实在坑人，就他不跟你说这顺序，然后到那以后一开始大家还高兴，都熟人打招呼干什么都完了，然后哗上去说开始呼上去，我们就坐在那个礼堂的前排都坐好了啊。刚一坐好，那主持人就开始报幕了。那个编导一拍，我说马老师你第一个上。我当时还在想，前面上人家说什么，我这个才决定我说，因为我上去都是没稿的。可我第一个把我拍上去的时候，我上去的时候呢，就脑袋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开始说。但我还是有点经验。我说这时候呢，因为我看过一些，就是比如演讲你怎么克制你心慌的这种事儿哈，你跟台下先用眼神沟通一下就好哈。我这眼神刚想往台下看那学生吧，咵2大探灯全打脸上，你看不见他们，啥也看不见，对，就茫然对着这个空间去说话。然后，但是我很迅速就进入一个状态，3分钟以后我就听见底下人在哭，就能听见哭声了。就是你因为说的是那种回忆的节目嘛，那时候你只有一个办法表达自己，就是真诚的表达，不要再想别的了。不能有杂念。这是我2次上台，剩下的我都不太怕，出什么事儿都没大事儿，撑死了是忘词儿了，忘词儿说别的。这跟您的经验能吻合吗？他是不完全不一样，他是演员，他就是陈导，你看我都管您叫陈导。陈导觉得观众是需要训导的，我觉得您用这词儿，就是说喜剧观众，当然，怎么叫训导？所有动物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被训导出来的，啊，不光人类啊，所有的动物，所有的生物，你看那向日葵、太阳，都是被训导的。那你怎么训导我笑了呢？你能看进去，然后呢，你相信了这个人物，然后他的那种犯的错误，就变成了你的优越感。这个把条件都给了你，然后让他用在一个特别巧妙的，就是或者说就是绝对准确的技术。这个节奏里、韵律里，你就会笑。即使我给了你一个好的故事、好的情节，你也有优越感了，但是这个节奏韵律要是不对，你笑也会打折扣。所以你一个喜剧开场，实际上一个是叙事，同时在喜剧上还有一个就是要调观众的节奏韵律。